东汉的宫廷深处，权力的漩涡从未平息，有人身披锦绣，满门显赫，却在权势的巅峰一步步走向灭亡；有人手握兵符，却不敌一子圣旨与一碗毒酒。自光武中兴以来，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命脉，而这一切的高潮，正是从一个名叫梁冀的人开始。一个权倾天下，连皇帝都要忌惮三分的大将军，他是如何让天下为之颤抖，又是怎样一步步走上绝路？东汉建立后，汉光武帝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，采取如何政策管理贵族士大夫阶层。为此，刘秀极力让皇族和有功之臣的家族成为儿女亲家，希望这种政治婚姻能保证国家政局的安稳。窦融、邓禹、马援、梁统等人都是东汉的重要功臣，而东汉历代皇后都是从这几个人的家族中挑选出来的。诚然，光武帝刘秀的想法是好的，但他并不明白这么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。皇后人选过于局限，会在皇帝身边形成一股外戚势力，这股势力会给朝廷造成恶劣影响，久而久之，皇权会被外戚官员牢牢掌握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皇帝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。自汉和帝登基后，外戚掌权越来越严重，甚至还对皇帝的废立横加干涉。因为自汉和帝起，皇帝多是幼儿，需要旁人扶持，多数情况下都由太后掌管朝政，而太后通常会把政权交给自家人，因此外戚掌权的局面变得肆无忌惮。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这些外戚还会在皇帝驾崩后随意选择一个皇族孩子登基，就是为了把政权牢牢握在手里。梁冀的高祖是功臣梁统，梁统因帮助刘秀建立东汉有功，被封为成义侯。光武帝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梁统的儿子。从这之后，梁家宗族的女孩子便有了参选皇后的资格。公元125年，汉顺帝继位，梁家势力在经历几度沉浮后，终于在东汉政权上站稳了脚跟。汉顺帝的皇后是梁冀的妹妹，梁冀当时是大将军，手中权力之大，自不必说。公元141年，顺帝已经20多岁了，按理说他可以亲政，可惜却在公元144年病逝。这样一来，朝廷政权完全被梁冀操控。为了不让权力丢失，梁冀先是找了一个年仅2岁的刘炳登基，这就是汉冲帝。梁皇后成为了太后，权力自然也更大，大将军梁冀更不用说了，他凶残奢靡的本性越来越暴露。短短半年之后，汉冲帝去世了，梁冀又找了一个8岁的小孩子当皇帝，也就是汉质帝刘转。别看汉质帝小小年纪，其实很明白事理，非常聪明。他看到梁冀平时嚣张跋扈的样子，心里很是厌恶。有一次，汉质帝当着全朝大臣的面，指着梁冀的脸，责骂他太过嚣张。梁冀当时又气又怒，下朝后便吩咐厨子做了几个有毒的饼，然后呈给汉质帝吃。可怜的质帝才吃了几口，就脸色发白，冷汗直冒，按着肚子不住的喊疼，只一会儿功夫就倒地身亡了。质帝死后，梁冀把15岁的刘志扶上皇位，他就是汉皇帝。皇帝没有一点实权，梁冀依旧把持政权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随意侵占别人的财产。他把洛阳城外的农田都占为己有，令工匠修了很多亭台楼阁供自己玩耍，还修了一片很宽阔的养殖场，里面养着各种各样的兔子。这些兔子都是梁冀手下从全国收集来的。梁冀让人在兔子身上烙上专属印记，要是谁杀死了这些兔子，梁冀会毫不留情地处死他。梁冀还下令百姓把自家的孩子都送到梁府当奴婢，还把这些奴婢称为自卖人，意思是说老百姓自愿把孩子卖到梁家为奴为婢。为了尽可能多搜刮一些钱财，梁冀派人挨个把东汉的富翁都抓起来，逼迫他们把钱交给自己，要是有谁不肯的话，就胡乱立个罪名处死他。
曾有一个叫孙奋的有钱人，梁冀问他要5000万贯钱，孙奋不给，梁冀立马就火了，先是抓走了孙奋的母亲，又诬陷孙家偷了梁家很多钱财珠宝，接着把孙奋也抓起来，关在牢里严刑拷打。孙奋坚持不了多久就冤死了，他的财产也全部落入梁冀手中。梁冀就这么横行霸道了20多年，不但祸害了很多老百姓，还诛杀了很多朝廷重臣，引得全国有志之士奋起反抗。汉桓帝迫于无奈，不得不听梁冀的话，还册封梁冀的小妹妹为皇后。可是没几年，年轻的梁皇后就死了，皇帝便打算立自己喜爱的邓贵人为皇后。梁冀不同意皇帝的做法，暗中派刺客去杀邓贵人的母亲，没想到刺客反被捉住了。皇帝一审问，便得知是梁冀背后指使，气得火冒三丈。这一次，汉桓帝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在宫中召集了5名宦官，这几个宦官平日都很憎恨梁冀。接着，汉桓帝调动军队，把梁府围个水泄不通。梁冀躲在家里不敢出去，但是军队随时都可能冲进来。梁冀终于明白大势已去，汉桓帝绝不会放过自己，于是他颤抖着双手拿出毒药，全部吃了下去。梁冀死后，朝廷内外反应各不相同，老百姓和有志之士欢呼雀跃，梁家的官员大臣一个个面如死灰，他们再也没有权势可以依靠。汉桓帝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梁冀的家人和亲戚全部处死，把梁家在朝廷当官的人全部免职，有些犯了大罪的人直接拖出宫门斩首。大清扫行动结束后，东汉朝廷差不多少了300多名官员，全部都是梁冀的亲信，由此可见梁冀的势力有多么庞大。汉桓帝把梁冀占领的田地全部还给老百姓，还把那5名宦官分别册封爵位。从这时开始，宦官代替外戚开始掌权朝政。